过了啊，很多东西我都没拿，要全拿我都得拎不动了，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先一样少拿点。现在人少了，哎呀妈！这段视频最近一段时期红遍了中美2个国家的互联网世界。先看看其他同学都选的什么东西，有吃的，有喝的，还有用的。视频中间的女主人是美国洛杉矶一家社区大学的学生，她在这里免费学英语。这家社区大学每周1次给那些生活困难的学校里的学生提供免费食品。这一天她带着自己的女儿，也包括自己的丈夫，一家3口到这里来领免费食品。不能多拿。这些是我今天选的，大家看一看，领的还不少啊，琳琅满目的。甜甜，把你的房间收拾收拾，下午带你上商场买鞋去。他们把这称之为薅羊毛，就是中国人去薅美国社会的羊毛。这之后这一家3口又其乐融融的到洛杉矶一个奥特莱斯去买打折的商品了。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天，我要化成你的圆，圆不完啊，圆又完啊，这像是每一天。这2口子在抖音是一个不大不小的 UP 主，有100万人关注啊。他们之后呢就把这段视频4月19号的时候上传到了抖音上，他们自己完全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4月25号的时候，这段视频被 YouTube 上一对老外的 UP 主给曝光了。They go in, they grab all the drinks, they grab all the stuff. They're like, oh, there's so many free things here. You've got food, you got drink, you've got other things like tampons, whatever. You know, let's see what else other people took. This is what I took today, and they show this massive table full of. 这对老外他们就讲这对夫妻的行为令人不齿。Now, this is the part that infuriated people. Then they show their everyday life, and you can see these people are rich. Right. Okay. 为什么呢？他们知道这对夫妻其实不仅仅是在抖音上做视频他们在美国呢是开卡车的。开卡车在美国虽然说是蓝领但实际上收入可不低。他的全美国的卡车司机的收入的中位数是8.5万美金一年，而这个2口子呢，去年1年收入还挺高的。他们自己说他1个月能挣1.6万，那折人民币就有10万块钱了。你年收入100万，你还去领那种免费食品，你肯定是说不过去。所以这对老外就讲，他说这对夫妻的行为就是偷谁的呢？就是偷那些本应该得到这些食品的人的食物，因为你们把他领走了那些本应该获得帮助的人就拿不到了嘛。进而他还讨论到，他说这种爱占便宜的行为在中国移民里头非常普遍。有些人开着宝马去领这个免费的食物，而有些人呢还背着 LV 包去领这个免费的食物。更有一些人过分的是领了这些免费的食物之后还拿出去卖。他们还拍了一个市场，市场中间很多人在卖这些免费食品点领的这个食品。他们就讲这是中国的移民没有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一个表现。这个视频发布完之后立刻在中美这2个地方就炸了。首先是一些老外，当然就是指责中国人了，说中国人就是爱占便宜，是吧？那包括日本人澳大利亚的人都在那指责，说是所有的中国人到了外国之后基本全是这样。那美国的一些华人看到这个之后也非常愤怒。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老外的评价是针对所有的中国人，针对所有的华人移民。他们觉得这对夫妻的这种做法呢，一方面让所有的华人移民脸上无光，另外一方面这些白人其他的种族的人对华人移民另眼相看，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所以他们在网上也在谴责这对夫妻这种做法不对。紧接着这个视频传回到国内，国内的这些观众看到这个现象之后呢，也都炸了，就觉得那你挣这么多钱，你为什么还要去领免费食品呢？也都在批评这对夫妇。大家好，我们是在美国开卡车的一对中国夫妻。最近一件关于我们高薪并且领取学校福利品的一件事，我们现在正式回应一下。事情的起因，4月29号的时候这对夫妇就出来做了一个声明，主要包括这么几点第一，曝光他们的频道是一对反华媒体，平时主要是报道中国的负面消息，黑中国的。我们自己看他是什么账号，他
他就是一个反华账号，没有任何的一点影响力，因为他说话完全是靠想象。第二，很多那学校里的学生就真的都吃不上饭吗？我看其实也都差不多，他们可以领，我们为什么不领？这双标吗？他们主要是说我有这个消费能力，那学校那些领福利的学生哪个没有消费能力啊？他双重标准，找毛病。第三，他们拿出一个学校的这个介绍，他说啊，他们其实是符合这个领取标准的。网址上写的也是经济面临挑战，我一寻思我这条件也符合呀，完了我就去了，我还挺高兴的。这个视频播完之后啊，应该说没有平息大家对他们的疑问，很多人就开始出来调查了，就发现啊，他们说的这个话好像是跟事实不太符。首先是这个学校啊，这个免费食品项目啊，人家的网站是有非常清晰的内容，说啊，你认为自己有需要，你就可以领，确实没有审核，全凭自觉。但是你这需要是指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不是通过领这些食品的话，你就没有其他途径获得食品。言下之意就是说，你没钱买吃的了，你才可以领这个食品。那你说这两口子符合这个标准吗？那显然是不符合。月入16000是去年我们2个人一起跑车的收入。然后去年孩子来了之后，我一天班也没上过呀。现在就我老公一个人跑车，卡车行业大环境就大不如从前了。现在他跑一趟回来，从洛杉矶到亚特兰大，一圈才1300多块钱，一趟4、5天吧，一个月就跑4趟活。一次出去只有1300美金，你4趟，一个月也有5、6千美金嘛。那你5、6千美金，你跟这个贫困线之间也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啊，他这一点肯定是解释的不合情理啊。其次呢，别人爱占便宜，不能成为你占便宜的理由。你符合这个标准，你就应该可以去拿；你不符合这个标准，你就不应该去拿。你不能说别人去拿的时候，他们都不符合标准，为什么可以拿？那我拿就应该理直气壮的、理所应当的。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说不过去。第三，他指责这个曝光他们的 UP 主是反华媒体啊，这我觉得啊，怎么说呢，就有点想把水搅浑的意思。我特别看了一下所谓的反华媒体这俩哥们儿其实有点故事。他们当年都在中国生活了10几年，一个呢是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记者，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2个南非人之一，另外一个就是做英语教师的。他们在中国呢还都分别娶了一个中国女人做太太，所以对中国社会是非常了解。后来偶然之间他们两个结识了，开了一个摩托车的这个维修站。后来他们就开始骑着摩托车拍在中国的纪录片，一部纪录片叫《征服南方》，一部纪录片叫《征服北方》。后来在2018年的时候他们骑着摩托车到了内蒙古，结果被当地警察给拦下了。当地警察就问他说：“你们这个拍这纪录片，你是记者吗？有这个资格证吗？”就给他们关了几个小时。这件事情对他们影响挺大的。后来他们在惠州的时候用无人机拍摄，当地警方又找到他们了，说他们拍摄的内容下面有军事设施，就搞不好这属于可能是泄露国家机密。最后呢，他们两个就觉得在中国待着不安全了。就2019年的时候全都来到了美国的洛杉矶。到了洛杉矶之后他们俩就开了不同的频道，继续以谈论中国的事实为主。这几个频道的内容加起来订阅量可不少有好几百万呢。但是他们的内容的确是以批评中国为主，他是批评中国的人权包括中国的新疆种族灭绝各个方面的内容他们自己的解释就是说，他们在中国的时候实际不敢谈论这些，但是现在到美国了，他敢谈论了嘛。所以就是这两口子说他们是反华媒体。你们自己看他是什么账号，他就是一个反华账号，他说话完全是靠想象。我个人觉得这反不反华其实没那么重要。你揪住对方说是反华媒体，天天黑中国，给人感觉好像你要让人不相信他们这个曝光的内容，那说服力很弱。你不管他反华不反华，你只要做了这件事情，那你就说不过去。哎呀妈，这东西太多了很多东西我都没拿，要全拿我都得拎不动了，也不知道好不好吃。道理蛮简单的，但是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情其实我挺好奇的。所以这个新闻出了之后也正好是赶上黄金周，
我呢就把这两口子啊在抖音上的很多视频呢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我觉得啊，他们这两口子的经历还蛮有意思的，这也挺触动我的。我今天就讲一讲这两口子的故事，以及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件事情。慢点开啊，媳妇儿，我吃饭了啊。咱们这趟是赶货啊，赶货，所以说呢，吃饭也得在车上吃了，就不能停车了，耽误时间嘛，在车上对付一口。这两口子的中间的男的叫小白，是东北抚顺人，早年呢学习也不是特别好，20岁的时候呢就孤身一人到北京来当北漂。1天半开了2200迈，终于到货场了，怎么样，累不媳妇儿？我肯定没你累呀。你一个班，我俩班呗。一开始啊，小白 KTV 里头给人就上果盘啊，一个月呢300-500块钱。有一次有一个客人给了他一点小费，小费大概可能有个100多块钱吧。结果呢就被这个摄像头给抓住了，他的领导就找到他，让他把这个小费啊吐出来，他就不愿意啊。结果他这个领导就把他打了，他就觉得委屈啊，就找警察。警察来了之后啊，就让他把他那个所谓的押金退回来之后，他就离开了这里。在北京打工这几年啊，也干过按摩的，打过零工，应该说吃尽了苦头，也没有混出来。后来呢，他又重新回到了抚顺。回到了抚顺之后呢，25岁了，然后呢就生活就比较颓废，天天就在混网吧打游戏，没有钱了就管父母要。他说浑浑噩噩过了那么1-2年的时间啊，直到他父母不愿意给他钱了，他有一次就出去上寺庙去上香啊，然后呢就希望啊老天爷给他一个女朋友，因为他没谈过恋爱。没多久，在一个大浴场里头啊，遇到了他现在的这个老婆，或者叫悠悠。相识之后呢，一开始啊他们就做点小生意，炸肉串啊什么之类的。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就问他愿不愿意去到俄罗斯打工，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啊做点肉串什么卖啊，挣的太少了，一个月加起来可能也就挣个2-3千块钱，也就是简单的糊口。但是他们给他讲，如果你去俄罗斯的话，一个月能挣1-2万。两口子一听这有门儿，于是呢就办了一个去俄罗斯的签证，到中国人开的一个会所里头去当服务员。这男的做按摩，小白；女的呢做美容师。媳妇儿，交班了，媳妇儿。据他们讲啊，在这个地方挣钱挣的蛮多的，一个月有的时候能挣2-3万块钱，对方给小费呢也非常慷慨啊。但是没多久，到2014年的时候呢，突然呢，这俄罗斯遭遇金融危机，这卢布就开始大幅贬值，两口子心急如焚呐，最后就拿这个钱啊出去拼命的买东西，买那些就是说带回中国它也不贬值的，什么香奈儿啊，什么卡迪什么玩意儿之类的，我也记不住啊。明明自己不愿意消费，但还得天天出去买。后来呀，签证快到期了，两口子呢就从俄罗斯一起回到了中国，两个人就登记结婚了，在抚顺买了一套小房子，剩下的钱呢还去炒股。但是没想到啊，炒了几天股之后呢，就亏得差不多了。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又有一个人跟他说了，说在美国打工挺赚钱的。他们呢心又活泛了，两口子就办下了去美国的签证。刚到美国的时候啊，主要是在饭店里给人洗盘子，上午10点干到晚上的11点。他说干1个月腰都直不起来了，而且呢洗涤剂的味儿很大，对人的身体也不好。然后在美国这2-3年呢，做按摩师啊，什么都干过，还做过美甲呀。21年的时候啊，他们决定去开大卡车，因为在美国啊开大卡车啊收入很高，但是就有一点辛苦。这两口子不怕辛苦啊，于是他们就去驾校去学习。他说当时啊，因为疫情期间工作不好找，很多人都去驾校里去学这个卡车啊。他们呢就找了一个门儿，晚上12点钟以后啊没人了，他们就去学，一学到早上5-6点，1个多月的时间就学过了。我那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吉人自有天相，他考过了这个大卡车之后呢，就碰到了有一个
华人的开大卡车的师傅啊，就愿意带他。洛杉矶这边开到了纽约，路上的时候，他司机开车，他用视频把它全拍下来，哎，就记住了。然后这两口子呢，就去到一家卡车公司去就业了，就自己开上了主驾驶。跑一趟纽约大概就可以挣4000美元，你想想，那一个月有4个星期，那就可以挣16000美元，那收入是非常高啊，对吧？但是呢，大卡车这个活啊，应该说不好干。都说钱是王八蛋，可长得真好看。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第一，它风险比较大，因为卡车这个东西非常重啊，它跟一般的小车不一样啊。你要想掉个头啊，或者刹个车，它非常困难。据他们自己讲，有一次啊，他们在桥上的时候，就是因为一走神，差一点没撞到桥下去。后来他们就把自己的经历拍成了视频，发在了抖音上，结果一夜之间就火了。文龙拜拜！这2天跑了4000公里啊，从洛杉矶到南卡，再一次的刷新了自己的记录。洗脸的时间都没有，这2个全是油脂反光。都2天没刷牙了，吃这个孜然鸡架都一股狠活的味儿。这趟赶货啊，昨天下午从洛杉矶出来的，到现在没停车呢，现在到德州了。在一开始。他们在3个月的时间内啊，就聚集了70万的粉丝，于是呢，就开始了一边开卡车一边拍视频的经历啊。我仔细看了他们的一些视频呢，我觉得他们的视频确实挺有意思的。这个一般的 UP 主啊，拍这些视频呢，怎么说呢，很少有能不同景别的。但是我看这2口的这个视频呢，哎，不同的景别其实切换还挺专业的。据说这个小白早年曾经在一个摄影工作室里头啊工作过那么1-2个月，受过简单的训练。比如说他拍那穿鞋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特写，在那微波炉里头做饭，冰箱里拿东西，他还想着把这个手机放到冰箱里，放到微波炉里，一关门，哎，你看整得挺专业。另外一个方面，我个人觉得就是他们这个2口子啊，他揭示了大卡车的生活啊，跟中国人一般的认知啊不太一样。因为在中国，你想想，普通的卡车司机啊，生活辛苦，你也赚不了多少钱。但是美国的卡车啊，就是卡车里头啊，那个设施啊，跟房车似的，有睡觉的地方，还有做饭的地方。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这2口子啊，真的是能吃苦。美国第3大城市芝加哥下雪了，这是我们俩卡车生涯的第1场雪。我老婆开的时候还是大雨，换班轮到我开，刚进伊利诺伊州就开始下雪。因为我这个新手从来没开过雪天，给我老婆吓坏了，非让我停车。可我却有点莫名的兴奋，每当危险过后都是我一次宝贵的财富，好像我来这个世界就是要经历这些。女的晚上开，男的白天开，人停车不停。虽然生活比较辛苦啊，但是呢，他们在那个整个视频中间洋溢的那样一种态度啊，他们总是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奔跑吧，少年！奔跑吧，骄傲的少年！这2口子来美国的时候也没带自己的孩子。所以后来呢，他们有一个梦想，就是把自己的孩子慢慢的弄到美国来。经过1年多的奋斗啊，就在2022年的11月份，他们终于把自己的孩子接到了美国。看着我了，我的宝贝！甜甜，甜甜。他的孩子名字叫甜甜。他们原先呢叫卡车夫妻看美国。后来他的孩子到了美国之后呢，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叫甜甜看美国。那可见在他们的内心中间啊，他的孩子的地位是比他们自己还要重要。还有一点，他们早期的时候的大卡车都是开老板的，他们自己就有一个梦想啊，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能买一辆自己的卡车。后来经过他们1年的开车的努力，也终于买上了自己的大卡车。终于当老板了啊！仅1台车的甜甜物流公司的董事长兼主驾，此时此刻是什么心情？老板说2句。此时此刻的心情非常澎湃啊！历时1个多月，终于把保险搞定了，从此我就告别了打工的生涯。白呀，哎，目前咱们这个公司啊刚刚起步，董事长、财务部、人事部，包括主驾，先由我来全权负责。那我干啥呀？
先给你安排一个经理吧，干好了给你提拔副总。哎呦我的妈！这里是哪呀，宝贝儿？这里是洛杉矶的环球片场。为什么他们在抖音中间能有那么多的粉丝？我觉得啊，就他们那些视频真的打动了很多人，确实也鼓舞了很多人。这不就是第一代移民的美国梦吗？只要你肯吃苦，你就能获得收获。哪怕你从事的都是最简单的工作，那种体力劳动，但是呢，这个社会也会给你足够的回报。如果要是没有这件事情发生啊，可以说这两口子啊就是网上一个正能量的代表。但是没想到，就是前几天这个视频放到网上之后啊，一夜之间他们成了众人讨伐的对象。哎呀妈，这东西太多了啊，很多东西我都没拿，要全拿我都得拎不动了。我觉得啊，这两口子身上啊，拥有我们中国人身上普遍的缺点，就除了我刚才讲的优点以外啊，这个普遍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一，爱占小便宜；第二个，我觉得啊，就是不太愿意认错。你自己做错了，你就老老实实承认。你明明不符合这个领取这个免费食品的标准，你还说你自己符合这个标准，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适的。第三个，你看到了吗？就是不够诚实。你比如说，有很多华人卡车司机讲，今年的虽然说市场不太景气啊，但他们那个所说的那个路线到亚特兰大，说一趟只赚1300也不太可能，因为他的卡车是自己的。人说他这一趟差不多也能挣2000块钱。说句心里话啊，就这3点，我个人觉得，在我们的华人移民中间，的确是普遍存在，并不是他们身上所独有的。所以啊，你可以看到很多华人在这件事情中间，实际上是批评他们的过程中间呢，也在进行了一些自我反思。那我也在想啊，就为什么我们华人身上啊，就会拥有这些在外界人看来普遍具备的这些特点呢？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在中国长期生活的人，你会发现啊，我们中国这个社会中间基本没什么福利。那么于是呢，许多人面对到了西方社会以后，面对那个社会福利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应激反应。这个应激反应说，哎呀，竟然可以免费的，不要钱，随便都可以拿，而且呢也没有审核机制。你就凭着你自己的良心，你就凭着你自己的内心的诚心，你想拿就拿。这对于一个从小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福利经验的社会人来说，他可能下意识的就是说，那我领一点吧，我从来没领过。我觉得很多中国人有这个心理。如果我们这个社会长期以来就有各种各样的福利的话，你比如说有慈善的组织啊，不停的给大家发免费的食品呐，不停的给这个低收入者发免费的食品券啊，可能大家会逐渐习惯这种现象。但是我们没这个经验，这个社会中间，所以我觉得普遍的福利缺乏是很多人到了西方社会啊，想去拿这些免费食品占便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我觉得也有文化因素啊。我自己当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去到那儿去采访，我就发现很多那个领食品的时候，基本就是方便面和矿泉水。很多灾民去领这些食品，也包括衣服啊，你会发现，你如果不限制的话，他会没完没了的把这些东西都搬回到自己家里面。其实他也并不那么需要。发衣服的时候，经常大家会去抢的过程中间还挑拣。当时我们拍的时候呢，拍完之后这些也没法播啊。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这个当时汶川地震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因为房子都塌了，快塌了就跑掉了嘛。紧接着地震没几天之后啊，那周边的就有一些农民呢，到这些危房里头去搬东西，搬这个洗衣机啊、电视啊、电脑啊。所以大概就有那么2周左右的时间啊，就所有的这些地震中间的危房里面的东西就都被抢劫一空了，洗劫一空了，都是周边的那些老百姓把它弄走了，然后他们还形成了一个集贸市场来卖。那你说真的是因为他们完全是因为缺钱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我当年啊，我也去看过那孟加拉国啊，他们地震的时候，国际救援组织给他们提供的那些发放点啊，那孟加拉国比中国还要穷啊，但是发放那个衣服的时候就没有人抢，他基本上一个人拿一件他自己能穿的就走了，他就不会像中国人到那个地方去挑拣，一个人可以拿2件、拿5件、拿10件的都有。
我觉得这的确是还是有文化因素。我曾经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人呐，他在物质上摆脱贫困还相对比较容易，但是在精神上想成为一个富有的人是相当难的。因为一个人只有在超越物质之上的追求啊，在充溢着你的心灵之后，你才会想到诚实、道歉，也包括呢，面对这些物质上的可以占便宜的时候呢，你克制住自己想要占便宜自己的那样一种欲望。甚至当你有钱的时候，你还会想着去帮助其他人。我个人觉得这两口子啊，到了美国之后开上了卡车，他很快的就从一个物质上的贫穷的家庭啊，过渡到了在美国的一个还不错的中产阶级。但是呢，他从这个物质上的贫困要想变成一个精神上的富有者，那真的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啊。前段时间我们休息去大使馆问了一下回国流程，真是让我瞬间炸裂。什么核酸证明、绿码加蓝码、登机12小时内抗原体报告，还有落地的各种隔离政策，我记不清了。再看看天价机票，我知道现在回去陪女儿我还没有资格，因为我们俩算上隔离的费用，回去一趟得20万。算了，还是先开车挣钱吧。为了宝贝儿能像樱花一样美丽，爸爸妈妈宁愿做漂泊天涯的蒲公英。宝贝，你长大了会是一个眼睛里有光的女孩，有勇气，没有遗憾，相信的比我多，看过的世界比我大，和你爱的人无忧无虑的过一生。